一只热了10年的僵尸，可出土后发现2个婴儿却不稀奇，反而是抱起孩子就挨家挨户的砸，直到听到一间有婴儿哭泣的房子才进去。此时看到破门而入的僵尸，房间里的女主人吓得不敢动弹，但听到婴儿车里的自己孩子哭闹声，她决定拼一把。然而刚冲到前面，却听到那僵尸竟然说话了：“给我奶粉。”女人顿时愣住，有些不确定地问：“你是想要奶粉？”女人冷静后才发现，僵尸的怀中竟然抱着2个婴儿。女人连忙过去拿起自己女儿的奶瓶：“这是我刚冲的，可以喝。”你先，让你的孩子喝一口。乐纪瑶赶紧拿起奶瓶让自家孩子喝了一口，没有毒，这是刚泡的。下一刻，他手中的奶瓶就被一道白雾包裹带走了。看到一只僵尸竟真的在给小婴儿喝奶，乐纪瑶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要崩塌了。僵尸见到活人，没有第一时间吸血已经够离谱，竟然还像老父亲一样给他们喂奶。看到奶瓶里的奶已经快见底了，乐纪瑶立刻指了下旁边的沙发：“坐下来吧，我再给你拿一些奶粉。这种东西是管制的非常少，外面没有售卖的，都是高层才有资格获取。”段小七明白女人没有撒谎，在这个诡异入侵的世界，人人自危，对弱者和穷人来说养不起就别生，以至于奶粉这种非必需品反而成了奢侈品。看到眼前的僵尸身体关节这么灵活，乐纪瑶明白眼前可能是一只至尊僵尸，这是他一名0级武者惹不起的存在。狮王阁下，您打算一直这么强奶粉喂养孩子吗？他们现在还小，吃的少，等长大了只怕一罐奶粉吃不了几天，而且还得换尿布。段小七闻言陷入思考：你想怎么办？我看不如这样，您把2个婴儿留下，由我来替您照顾他们。这话一出，段小七身上顿时煞气冲天。你想夺走我的孩子？不是，您不要误会，您需要什么我都给您准备好，请您原谅我的冒犯。你孩子的父亲在哪里？我的丈夫是一名夜游使，今晚当值巡逻，您早回来。他是什么实力？随后女人将实力划分讲述了一遍。她的丈夫白晨乃是2阶上等王级，和段小七的9阶巅峰王级有着巨大的差距，而这座城市的最高战力达到至尊级。2个婴儿太小，待在城外面游荡不太方便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谁能想到竟会堂而皇之的住在城内呢？我们要住在这里。什么？你们不走了？真是无语，不仅要抢我家宝宝的奶粉，连房子也要霸占了。早知道就不多嘴传授什么育儿心得。听到乐纪瑶的惊呼声，段小七不满的目光投光：你是想赶我走？当然不是，狮王大人想怎样就怎样，我只不过是担心狮王大人在城内居住会暴露自身，以至于招来麻烦。若我暴露，你和你的孩子都得死。我一定为您保守秘密。而此时怀中抱着奶瓶大口猛喝的萧若曦心中嘀咕：这位僵尸爹爹虽然一心想要照顾我们，但性情还真是残暴。等我恢复实力，一定要帮他找回自我，不能让他再被邪恶诡异的气息侵染心智。我觉得僵尸爹爹的做法很不错，只有这么做给这个女人巨大的压迫力和威胁，才能让她主动为僵尸爹爹的存在遮掩。原来就连段小七也没想到的是，随手捡的2个婴儿，一个是人族女帝萧若曦，一个是魔道鬼帝叶明月。前世2人宿敌大战时同归于尽，转世重生成一对双胞胎，刚好被段小七捡到。你吃了那么久，吃够了没有？就知道吃，我也要吃。这时一个婴儿突然就哇哇哭了起来，段小七赶紧把奶瓶塞到叶明月的嘴中。哎呀呀，我还没有吃饱呢，竟然你一哭就给你吃，都不管我了。你都吃了这么久了，本来就应该先给我吃，我才是姐姐。我是姐姐，你是妹妹。这时萧若曦抗议完突然笑了起来。我吃过了你才吃，把我的口水都吃进去了。听到这句话，叶明月脸上的笑容一僵。自己堂堂魔道鬼帝，竟然吃了萧若曦这个大仇家的口水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但旋即他更大口的喝起来。吃都吃了，你今后也会吃我的，看我把奶水都喝光，一口也不留给你。萧若曦和叶明月通过独特的精神链接争吵，表现出来的就是婴儿嘴巴在哇哇乱叫。看到这一幕，段小七不由得有些头疼，然后猛然看向乐纪瑶：应该是1瓶奶水不够吃，我还有1个奶瓶，再去给他们泡1瓶。不多时，乐纪瑶拿来1瓶新的奶水。等到2个小婴儿把这瓶奶水也给喝光之后，他们几乎在同时睡着了。把你的孩子也抱到沙发上睡觉。好的好的。之后就是3个婴儿并排放在沙发上睡觉，段小七站在旁边闭目修炼，而乐纪瑶则是战战兢兢地坐在旁边不敢再多嘴。直到一名男人战战兢兢地来到房间，看到这一幕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最坏的推断：妻子和孩子都被这只僵尸王吸干杀害。还我妻女命来！体内的凶恶之力被释放而出，化为一个5米多高的巨大骷髅头，顿时恐怖的气息宛如惊涛巨浪一样朝着段小七这边压来。狮王阁下，求您给我丈夫一个赎罪的机会，我们2个配合，可以更好的为您做事。段小七没有再用力，略微思考了一下利弊。白晨被摔到地上，一脸惊骇地看向段小七。我100分百确定，对方就是一尊巅峰僵尸王，以我的实力无法抗衡。听命于我，否则全都得死。乐纪瑶确定白晨没有生命危险之后，赶紧拉着后者对段小七跪拜。
谨遵十王大人命令。这时候段小七忽然感知到什么，你们有尿不湿吗？有的，家里还有很多存货。给他们2个换下尿不湿，顺便再换一套衣服。白晨则是更为震惊地看向段小七。这头僵尸王竟然连换尿不湿这种事情都知道，看来他的智慧很高，不用怕被吃掉了。想到这，白晨内心对段小七的排斥和恐惧都减弱了很多。这时乐纪瑶很快拿着东西回来，先给他们洗一下澡太臭了。随后迎接2位女帝的就是段小七和乐纪瑶洗白白。哎呀，被看光了。叶明月也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我堂堂魔道鬼帝不仅当中尿裤子，还被一个男人看到了，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不能这样下去，我们得抓紧时间修炼变强。快把你的功法给我一份。我虽然有功法，但想要修炼的从基础开始。身体素质是一切的基础，我们还没有发育完全，根本无法正常修炼。你就没有什么适合我们的功法或者秘术吗？我想起来有一个呼吸法，就算是我们，应该也能用来少许调动灵力，增幅自己。为了可以安静的修炼，萧若曦和叶明月商量好后，一起表现出昏昏欲睡的样子。婴儿洗澡后会犯困吗？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，兴许是之前饿到了，或者没有休息好，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。段小七闻言若有所思，紧接着段小七手一抓，一团白绿色的光芒被他从白晨的体内抓了出来，随后生机被分别注入到2个婴儿体内。这是生机，这个僵尸爹爹也恐怖了，竟然可以直接掠夺他人的生机。反正是掠夺别人的，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大好事。僵尸爹爹，快点再给我一些生机！不能这样，僵尸爹爹不能继续做坏事呀！这时2个小婴儿，一个兴奋的哇哇叫，一个着急的哇哇叫，而被抽虚了的白晨整个人瘫软的倒在了地毯上。乐纪瑶吓得面色苍白。他死不了，让他多吃点东西，被我抽取的生机可以慢慢恢复。如果你找来其他人，我也可以立刻抽取他的生机补充给你，效忠于我有好处。这个僵尸王该不会把自己一家人当成血包，等饿了之后再下口吧？能够为狮王阁下做事，是我们的荣幸。请问您需要鲜血吗？我可以去外面买回活的鸡鸭，或者弄来一些血包，供您食用。不让我需要足够多的王级诡异，你帮我引来诡异，我可以给你一些好处。有情报显示，3个月前，苍山鬼皇号召众多诡异聚集苍山，准备要对白龙城动手。这个苍山鬼皇是什么等级？10年前受伤时是4阶鬼皇，根据上面推测，其可能已经成长到5阶。苍山鬼皇到来之日，我会保你家人安全。你只需将那些幽魂厉鬼引来，其他无需担心。多谢狮王阁下。入夜天日隐蔽，叶明月开始运转幽冥炼神诀，调动阴气入体。叶明月，你疯了！你这样会被幽冥之力活活冻死的。以你现在的身体素质，远远无法承受这种力量的冲击。这时段小七原本就在旁边修炼，感知到幽冥之力当即惊醒。幽冥之力可是一种极为高级的能量，对僵尸来说，至少需要迈入至尊层次，才能初步接触。在发觉这股力量乃是汇聚到叶明月体内的时候，段小七不由得内心惊骇不已，发现其由于幽冥之力入体，生机受损，叶明月身体正在逐渐走向死亡。段小七一把将白晨抓了过来，随手掏出一团生机，注入了叶明月的体内。叶明月的小脸也由因为幽冥之力的入侵变成了青色，恢复到了正常颜色。一直到临近清晨，叶明月终于从修炼状态醒来。而这时候段小七回头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只见白晨眼眶深陷，头发白了1/3，形容枯槁，一次性抓取太多的生机，这才导致其身体变成了这副样子。狮王阁下，小姐可是已经安然无恙？你这般模样出去，只会引来麻烦。白龙城周围可有什么猛兽凶兽聚集之地？若有这种地方，我可带你去补充生机。有，白龙城西北方向就是烟龟山，山中生活着大量的野兽，还有强大的魔兽，不乏兽王存在。安排一下，我们一起去燕龟山，所有人一起。这时段小七仔细检查2个婴儿的状态。昨晚那种情况太突然了，一个婴儿竟然可以引动幽冥之力汇聚自身，这显然不正常。而经过查看，赫然发现这2个婴儿竟然都有一些变化。昨晚吸收幽冥之力的那个婴儿，灵魂之中融合幽冥之力，而另外一个婴儿体内也出现了一股宛如苍翠树木一样的灵力。果然不愧是我僵尸王养育的小宝宝，都很不凡。以后你就叫做玲玲，以后你就叫做悠悠。我以后叫悠悠了。玲玲妹妹快叫姐姐。叶明月，我们转生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但我请你不要再次堕入魔道，否则就算你是我的亲妹妹，我也不会对你心慈手软。切，就好像你能打得过我一样。玲玲妹妹今世我肯定比你强大。此刻段小七抱着2婴儿，2个婴儿叽叽喳喳，段小七一脸无奈。很快众人便来到了烟龟山。你去吸引魔兽，来多少我杀多少。随后白晨给了乐纪瑶一个安心的眼神，然后义无反顾地朝着山中飞去。不多时，烟龟山魔兽爆发，狮王大人救命！此时一眼看不到头的魔兽向段小七飞来，段小七不由得皱起了眉。这魔兽也太少，都杀了也只足够2个小家伙用1个月，
还得留一些当炮灰。狮王大人，救命！这时段小七一把抓起狂奔的白晨。多谢狮王大人。段小七没有在意他的感谢，毕竟如果有需要，还得从他体内抽取生机。挑出你最看好的幽魂，这里的魂魄很多，我可以帮他晋升。白晨顿时震惊了，没想到这个僵尸王竟然要帮自己，他立刻把一个暴熊力给放出。段小七的眼中释放出2道暗红色的光芒，直接将一个魂魄打碎。让他吃。此刻白晨直接傻眼了。卧槽，这居然是王级魂魄，再吃一个我就能重新变成王级越轨者了。这僵尸王实力简直太强了。段小七不再搭理白晨，双眼冒出黑烟，九幽魔瞳直接发动。老婆，这个僵尸皇也太强了，一口气转化5000个僵尸，还有8个僵尸王。是啊，他现在比苍山鬼皇还恐怖。如果他想对白龙城动手，后果简直无法想象。段小七并不搭理二人，转化僵尸王后还感觉不够。白神说，这山里数百万魔兽，要是能全部吞噬，应该可以离僵尸至尊更近。狮王大人，看来魔虎至尊的传闻是真的，这可是至尊级别啊！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段小七不屑冷笑起来，一个至尊罢了，能杀你先客气。段小七话音刚落下，一个小山一样的身影从燕归山之中一跃而出，居然是一头体长达到130多米的恐怖巨兽。区区一头僵尸王，你也敢到本尊的地盘撒野找死？准备好了吗？今天起，你会成为我的服从。段小七的话和那种轻蔑的语气，让虎皇彻底暴怒，发出一声狂喊，直接朝着段小七冲了上来。段小七并没有多闪，双目之中2道暗红色光芒直冲虎皇的灵。下一刻，光芒将虎皇直接吞噬。虎皇惨叫一声：“该死的僵尸，一定要撕碎你！”但不管虎皇如何挣扎，都无法从血海之中挣脱。原来是段小七发动了弱水之欲，只是几个呼吸之后，这个至尊级的虎皇就奄奄一息。真是不堪一击。话音刚落，段小七直接将虎皇转换为僵尸。今天就这样吧，回城吧。而在他们离开之后，一道身影到达了现场。元修查看一番后，直接傻眼了。整个山中大量的魔兽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全都消失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元修仔细查看，终于发现了一些断裂的僵尸肢体，他的脸色不由得凝重起来。当即驾驭雷霆迅速返回到白龙城之内，赶紧召开紧急会议。此时白龙城4大至尊全部到齐。我怀疑苍山鬼皇找到了一个僵尸至尊帮手。这话一出，4个至尊齐齐变了脸色。僵尸有传染性，咱们的情况很危急啊！那头僵尸至尊既然可以轻易把虎皇转化为僵尸，其战力不容小觑。咱们必须要向天云城寻求一位高阶武道至尊前来辅助。元修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让他们忌惮万分的僵尸至尊正在城内抱着一个小婴儿喂奶喝。此时白晨看着抱着小婴儿缓慢摇晃的僵尸王，心中无力吐槽，他实在不懂被一个僵尸王抱在怀里的婴儿到底是怎么笑出来。此时叶明月非常不爽。小若曦，你喝太多了，轮到我了，快点从僵尸爹爹怀里下来。悠悠妹妹，你不要着急，我才吃了5分饱而已。叶明月不管这个，直接扑了起来。我才是姐姐，臭玲玲，臭妹妹，快把位置让出来！你拉过裤子，你才是臭妹妹！哎呀呀，小若曦，我跟你拼了！这时段小七懵逼的看着床上陷入癫狂的悠悠，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这么暴怒。难不成是饿坏了？被放在床上的肖若曦也哇哇哭了起来，她算是明白了，会哭的孩子有奶喝。完了，这个也饿了。还好我有2只手。就在此时，白晨心事重重的推门进来。今天我们开了紧急会议，说了什么？他们误以为你是苍山鬼皇请来的助手，想要预防一下。白晨心中苦涩，自己把人类的会议消息传递给僵尸王，自己难不成是人类的叛徒？算了，至少目前为止，这个僵尸王看起来不想与人类为敌。为了心里的安全，我也没办法。如果到时候鬼皇大军来袭，你只管把厉鬼幽魂引向这里，让我来对付。有我在，就算是苍山鬼皇亲临，我也能保住你的妻女。听到这个保证，白晨和乐继瑶对视一眼，心里一松。多谢狮王大人。3人的谈话并没有避讳躺在床上的2个小婴儿。肖若曦和叶明月脸色各异，一个忧心忡忡，一个气愤不已。僵尸爹爹说到底也只是一尊僵尸王而已，如果这次鬼皇来袭，僵尸爹爹会不会受伤啊？区区6阶鬼皇也敢冒犯本地爹爹，等本地重新掌握实力，必然把他下油锅炸他1万遍。可你我如今都只是小婴儿而已，随便一只小小的诡异都能把我们当成食物吃掉，爹爹能打过吗？有僵尸爹爹保护，我们一定不会有危险的。区区6阶鬼皇，若是敢来，必然要成为僵尸爹爹的口粮。我知道爹爹强大，但我们也不能拖后腿，抓紧时间修炼吧。2天之内，我们至少要迈入0级1阶的层次。无需2日，今晚我就可以迈入0级1阶。转眼时间来到了夜晚，万籁俱寂，段小七猛然睁开双眼，看向床上的2个女婴。这是鬼河。一个人类婴儿居然修成了鬼，明明是只僵尸王，却见到人类从不稀奇，反而每天带着俩人类女婴疯狂打僵尸。可2个女婴不仅不害怕，还要加强修炼去保护僵尸老爹。然而2个女婴正是人鬼2阶的女帝转世。正当僵尸王修炼时，却发现一个女婴体内竟凝聚出了鬼核。
难不成悠悠是拥有某种鬼道魔体之类的特殊体质？这以幽冥之力凝聚的鬼核，貌似比那鬼王的鬼核高贵多了。此刻苍山之内，苍山鬼皇却是忽然身体一震，猛然间看向千里之外的白龙城。我没猜错的话，那里竟然有属于鬼帝才有的核心波动，使之或许可以让自己直接获得晋升为鬼帝的底蕴。而妖狐鬼皇也感知到了这股能量。此时苍山之内一共有7位至尊级鬼翼，分别是3阶僵尸至尊铁面、2阶至尊血妖、2阶至尊尸鬼、3阶至尊骷髅将军、2阶至尊画皮幽魂、6阶苍山鬼皇以及3阶妖狐鬼皇。感知到幽冥鬼核的存在之后，他猛然间看向身旁的苍山鬼皇，眼里满是狂热。苍山鬼皇给了他一个眼色，示意他不要多嘴。这位依我看，实则生变，倒不如今晚我们就直接出击，管他再如何做准备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要化为飞灰。这时画皮幽魂也同时感知到了能量波动。苍山鬼皇忽然下定决心立刻行动，必然是因为这个。随即苍山鬼皇率领7大至尊带着100万鬼翼冲向白龙城。此时白龙城内，叶明月不知道因为自己导致诡异大军提前到来，他还在为自己迈出恢复修为的第一步而兴奋不已。叶明月，你竟然凝聚了鬼核，难道你不想当人了吗？如果你舍弃肉身再次变成鬼魂，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妹妹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一直把你当我的妹妹。这时段小七打出一道云雾，把正在休息的乐纪瑶拍醒。别睡了，诡异大军已经来了，估计数量不少于100万。100万诡异？上次苍山鬼皇进犯白龙城，不过带了10万诡异而已，怎么这次会有这么多？卷土重来没有10倍的力量，还有怎么敢再次对白龙城进行攻击？随即段小七一抬手，一个半透明的灵罩出现，将这个房间保护在了其中。你们就待在这里，所有来这里的诡异，自然由我来应对。多谢狮王大人，若是我丈夫引来诡异，还希望狮王大人能够让我丈夫少受到一点伤害。段小七闻言点点头，而后瞬间化为一道血光，再出现已然在了别墅上空。此刻整个白龙城进入高度戒备状态，所有的武者和御鬼者集合在城墙上。天云城那边的元首什么时候过来？来不了了。5天前血魔帝君和天云帝君大战，2败俱伤。现在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此刻位于城内一处观测点，白兄看来这情况不太对劲，如此多的诡异，只怕我们这些夜游使根本不够用的。嫂子他们可是已经去往安置点了，一会儿我们就去嫂子他们在的安置点位置守护吧。他们没在安置点，在家里，我留下一只诡异守护在周围，若是入侵的诡异太强，我就亲自过去。白兄怕不是要跑路？白兄呢？我和你一起去保护嫂子他们，你一个人毕竟能力有限，我和你一起安全性更高。我回去可是为了把诡异引到狮王那边，到时候若是司徒九发现僵尸王的存在，搞不好会被直接灭口。这么一个好兄弟，我可不能害了他，万万不可！我自己去保护家人，已经是擅离职守，绝对不能牵连司徒兄。司徒兄，我离开之后，这里就交给你来镇守了，千万不要跟随我，跑路都不想着带着自己。还是算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镇守这里，白兄务必要保重。此刻白龙城城墙边上，元秀，把大地鬼核交出来，我可以让诡异退去，再给你10年时间，10年后我们再决一死战。看这样子，这个家伙果然不知道大地鬼核的所在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能先把白龙城屠杀个干干净净，再掘地3尺，一点点搜寻了。你先退走，我再给你。我来拖住元秀，按照原计划行事。随即苍山鬼拿起鬼头刀，一刀斩向元修。这时段小七看着陷入混战的人类4个至尊和7个至尊诡异，眼中浮现出贪婪的目光。现在不能贸然加入战团，免得引火烧身，还是得把其中一个诡异至尊引出来才行。这时突然一大群诡异追赶着一个身影冲了，大人救命！来的正是时候。瞬间段小七出现在白尘的前方，而后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形成，霎时间那些诡异被一阵狂风卷入其中，到了段小七的体内，化为精纯的修为。你去把里面的那只妖狐厉鬼给我引过来。啊，我去嘛，让我去招惹那只至尊级厉鬼，几乎等于是去送死啊，这只能豁出去了。遵命，还望大人可以顺手照看一下我的妻女。话音落下，便是头也不回的冲向大门。你只管嘲讽，若是那厉鬼追来，自有云雾带你快速飞遁回来。随即白尘飞进那混乱的战场之后，那只骚狐狸，你听着，爷爷说你来了，还不赶紧束手就行。这时司徒九看到白尘，瞬间懵了。我真傻，我真是一个自私的小人。白兄不让我跟随，原来并不是要带着家人偷偷离开，
而是要做这等悲壮之事，不想让我也跟着一起牺牲。这时狐妖怒吼一声，整个身体化为一团乌烟，朝着白尘。这时白尘脚下的云雾几乎在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速度离开，很快他们先后闯入到了一片雾气之中。这时候妖狐鬼皇意识到了不对劲，男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胆子是刚做的，竟然在众多鬼王面前咬了狐妖至尊的尾巴。正在众鬼猜测男子是哪位大佬时，却不料男人立马开溜跑，气得狐妖立马追击男人。可追到一处迷雾当中，狐妖猛然发现，刚才那个辱骂自己的人类旁边，竟然不知何时冒出来一头僵尸。区区一头九阶僵尸王，这就是你挑衅我的底气吗？狮王大人，我把他给您带来了。这句话给妖狐鬼皇听得一愣。你不是被他控制的，你是独立的诡异，为什么要引我过来？因为我想吃了你。下一刻，段小七双眼发出2道红色光芒，直接打在了狐妖的身上。这一道攻击让妖狐鬼皇惨叫一声，魂体产生巨大的创伤。我一定要杀了你，将你碎尸万段。随后狐妖不顾一切朝着段小七攻来，然而段小七的身形飘忽不定，妖狐鬼皇根本无法捕捉到段小七的身形。随后段小七释放出恶念之势的漩涡，直接将狐妖包裹住。狐妖不管如何挣扎也无法逃脱，不多时狐妖就被段小七炼化。这时段小七的身上涌现出一股强大的气息，直接迈入僵尸至尊的领域。恭喜您成就至尊，今后我便唤您为师尊阁下吧。继续叫我狮王便可，再去新营把那只画皮幽魂也给我带来。是，狮王大人。随后白尘便朝画皮幽魂飞去，此刻被3个至尊级鬼异围攻的玉清川直接败退，2个至尊人类已被打残。这时候白尘出现在画皮鬼身后，那顶着一张人皮装人的恶心玩意儿，远远就闻到了你那张人皮之下的酸臭味，赶紧过来让爷爷把你的皮扒了好好洗洗，用来给爷爷当快擦鞋布还是可以的。这些话一出，直接把元修和玉清川几个鬼异听得一呆，当即那画皮幽魂发出一声尖笑，边转身朝白尘冲过去。很快2者又进入白雾不见了踪影。见到这一幕，苍山鬼皇忽然想起来，刚才追出去的妖狐鬼皇并没有回来，就好像彻底被那不知何时出现的白雾给吞噬消化了一样。尸鬼骨头那白雾有股怪，你们尽快把那个人杀了，我要再被那个人类嘲讽进入白雾吗？此刻白尘飞到段小七身后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画皮幽魂见到突然出现的僵尸至尊，也是立刻停了下来。而段小七直接2眼冒出红光击中画皮幽魂，然后使出恶念之势，直接将画皮幽魂给炼化。卧槽！仅仅用了不到半分钟，就把一只至尊级诡异给干掉了。狮王大人神威盖世，我这就去吸引其他诡异过来。只怕那些诡异已经产生了疑心，并不会再次被你吸引过来。我该怎么做？狮王大人请吩咐。段小七当即把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。几分钟后，白尘再次出现在诡异和人族至尊混战的地方。司长，快跟我来！我知道有个地方能保你安全，让你快速恢复战力。此言一出，苍山鬼皇当即不淡定，拦住他，别让他离开。这时玉清川已经冲出了2个至尊诡异的包围，跟随白尘朝着白雾所在的地方飞去。随后2个至尊诡异也顺势跟上。走，我们都过去。说着便是打出一道雷霆，逼着苍山鬼皇朝着白雾方向撤去。跟我追！必须要杀了他们。随后苍山鬼皇率先冲了上去。此刻玉清川到了白雾之中，在哪里？能让我恢复？白尘没有回答，将他带到了段小七的面前。阁下是？这是我偶然遇到的一位养尸人前辈，名叫段小七，刚才也是他出手解决掉了那2只至尊诡异。好了，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，先解决他们再说。话音未落，骷髅将军和尸鬼一起出现在3人面前。段小七当即打出一图前行灵罩，使得玉清川当即失去了灵罩内的感知。随后段小七直接放出了虎皇僵尸至尊。这是段先生的手段，能够迷惑感知出其不意的对付诡异。玉清川闻言有些无语。这时段小七冲向骷髅将军，随后双目爆发九幽神光，对着骷髅将军灵魂冲击，直接让其丧失反抗能力，同时启动恶念之势将尸鬼炼化，吞掉这个3阶至尊骷髅将军。此时段小七的修为大涨，成功晋升到了2阶至尊层次。然后段小七瞬间来到尸鬼身旁，九幽神光再次发动，将其灵魂重创，再次施展恶念之势将其吞噬。这时白尘叹息一声，段先生跟我说过，他用特殊的秘法强化自身，却也落得失去入体面容尽毁的下场。如今浑身遮掩就是这个原因。他流浪到白龙城，独自抚养一对双胞胎女儿，也是一个可怜人啊。玉清川惊讶，原来如此，这位段先生还真是苦病人。而这时候元修和苍山鬼皇等也都出现在这里。那2个诡异被这位兄台出手击杀了。城主这次莫要再放跑了苍山鬼皇。苍山鬼皇攻守一行了，今日你必然死在这里。说话间，他猛然间释放出一片雷网，直接将3个诡异全部束缚在网格之中。元修，我一定会再回来，下次必然生出你的魂魄。这时苍山鬼皇怒吼一声，拼尽全力以强横的诡异之力冲击雷网，使得自身挣脱出来，眼看着就要成功，却见一道血光瞬息而至，打在了他身上。这时候雷网能量忽然爆炸，猛然间聚集起来，化为一个巨大的雷电圆球牢笼，将闯入其中的那道身影和苍山鬼皇牢牢困在其中。城主不要伤了自己人，城主雷霆困住鬼皇即可，不要伤了段先生。雷网是我布下，这个凝聚雷霆之力于一处的雷球，却并非我所控制啊！这时只见雷球之中的段小七手握雷刃，猛然将苍山鬼
瞬间被段小七释放出的黑色漩涡吸收。玉清川看呆了，掌域雷霆，神若幽冥，你管这叫养尸人？你一个僵尸手握雷霆，这合理吗？明明是头僵尸王，却手持五雷正法帮助人类打鬼，甚至就连同类僵尸也依然不放过。多谢先生相救，今日之恩必然不忘。此时仍有数十万诡异四女，待彻底将其消灭之后，我再登门拜谢。段小七点头答应，随后直接落向白家。段先生尚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需要照顾，他就住在我的家中。段先生不喜欢多和人交谈，宴请之类的，诸位就不必破费了。你们若是要拜访，提前和我说一声，我来转告段先生。四段先生这般强大之人，却不能保住自己妻子，如今留下2个小婴儿，自然是寸步不离。白晨，你此番立了大功，不过现在还需继续去消灭诡异，等一切结束，再给你嘉奖。多谢城主，多谢司长。此时段小七回到家中，请问狮王大人，我丈夫可还安好？危机是否已经解除？7大诡异至尊跑掉1个，被白龙城击杀1个，余下5个都被我吃了。白晨正在和他们扫清后算。狮王大人威压天下，多谢狮王大人救下我丈夫，保我一家安全。今后我必然更加用心照顾2位小姐。好好做事，我不会亏待你。此时躺在沙发上的2个婴儿突然开始吵闹起来。听到了吧？我早就说过，凭借僵尸爹爹的能力对付区区几个至尊级诡异，还不是易如反掌。我就知道僵尸爹爹并不是一个坏僵尸，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人。这次能够拯救白龙城，足见他心有善念。萧若曦，你在说什么梦话？僵尸就是僵尸，怎么会变成好人？你可不要想拿人类的那些仁义道德强加在爹爹身上，他已经成为了僵尸至尊，未来是注定要成为诡异老祖。你在得意什么呢？你现在也是人类，和僵尸爹爹不是一个种族，而且你也别想着变回幽魂。僵尸爹爹是因为我们是人类才收养的，你若是变成幽魂，说不定立刻就被当口粮吃掉。你现在应该帮我想办法，怎么才能让僵尸爹爹和人类好好生活在一起？哎呀，我想不出办法，你想吧，玲玲妹妹，我不想变成诡异被吃掉，也需要在人类城池之中生存，不能让僵尸爹爹被赶走。我们现在只是婴儿，而且我连0级1阶还没有达到，现在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什么吗？原来你也没有办法。枉你还当了那么多年人族女帝，竟然连这些都不懂。你也当了那么久的魔道鬼帝，不也是对诡异如何在人族之中生存一窍不通吗？这时白晨回到家中，段先生，我拒绝了城主等人的道谢和来访，但您作为至尊级战力，他们今后肯定还是会来和您交好，该怎么做请您吩咐。告诉他们不必来找我，你可以全权代表我，让他们给你好处就可以。果然跟着僵尸王大人准没错。次日，白晨来到城主府，没想到从元修那里得到了一个惊天消息：200万人口的1级主城竟然被诡异给覆灭。随后，元修给他介绍了一下来自天云城的2个至尊级战力，一个是3阶武道至尊从世轩，另外一个则是2阶至尊级养尸人司空影。白晨虽然只是一名王级御鬼者，但其家中住着一位至尊级养尸人段先生。我们白龙城这次能够渡过难关，多亏了段先生以一己之力灭杀5只至尊级诡异。竟然如此强大，莫非他养了2只甚至更多强大的僵尸至尊？段先生有些特别，我们所见他只有1只至尊级的虎皇僵尸，但其能灭掉那些至尊级诡异，却是靠着自身的本事。一位养尸人竟有如此多的手段，这样的强者我必须要登门拜访才是，说不定他可以帮到我。这位兄弟，段先生住在贵府上吗？劳烦你带我去拜会一下。长官，拜会这件事我不能私下决定，段先生告诉我让我完全代表他，他不想受到打扰。白晨说着看向了玉清川。段先生失去了妻子，独自带着一对还没有满1周岁的双胞胎女儿，他遭逢这么大的变故，一心只想照顾女儿，我们应该理解他，还是不要去打扰了。罢了，那我就不上门打扰了。但是兄弟，我也是养尸人，我的僵尸在昨晚大战之中损伤严重，麻烦你帮我向这位强大的前辈问一问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的僵尸快速修复？我无法替段先生做决定，只能帮您问一句，若是他不想见害，请您不要怪罪于我。自然不会成与不成，我都欠你一个人情。不多时，白晨返回家中，然后把天云城覆灭的消息和司空影想要求助的事情向段小七转告。段小七直接当场拒绝帮助，但天云城覆灭的事情让他陷入了思考之中。此时躺在沙发上的2个小婴儿听到天云城覆灭的消息之后，也是争吵起来。这个叫邓延安的人族帝君实力也太差了，竟然连1只始祖僵尸都打不过，主城都毁灭了，白龙城迟早也会被消灭。玲玲妹妹，我们俩只怕要开始过颠沛流离的苦日子了。悠悠妹妹，你不要太悲观了，我倒是觉得白龙城很有希望可以坚持下去。这里出现势力空白，又有如此多的人类，任何一个帝境诡异都不会放过这块肥肉。我曾经可是巅峰诡异，这一点我比你清楚，最多不会超过3个月，必然会有帝境诡异发现这里，然后开始大屠杀，白龙城挡不住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要让这里出现势力空白，让其他诡异帝君认为这里还存在一个帝境诡异？办法倒是有，只要我可以达到0级5阶，就可以通过自毁幽冥鬼核的方式，发动秘法制造幽冥法香，到时候所有厉鬼幽魂都要向我臣服。
毕竟诡异也不敢在我面前抬头。自毁鬼核，这不就等于自杀吗？她是每天要吃上百个人类为食的诡异女帝，却要自毁鬼核，牺牲自己保护人类。原来女帝转世成为了一名人类女婴，反而变成诡异所惦记的美食。我现在是人类，自毁鬼核就是散去修为而已，顶多让我的灵魂虚弱一阵子，我才不会为了别人牺牲自己。太好了，那接下来你就抓紧时间提升修为，越快完成震慑，我们就能越早获得一段安宁成长的时期。现在可是你求着我办事，你以后就是妹妹得听我的。入夜之后，段小七带着2个小丫头来到了别墅顶楼的阳台，先给悠悠打入一道生机，防止她夜晚再出现幽冥之力侵蚀身体而导致生机缺失的情况。然后她望向圆月，身上陡然亮起一阵宛如月光一样柔和的光芒，月华之力开始源源不断的从天空涌入她的体内。这竟然是月华之力，我的修炼速度最起码可以加快1倍。有这些月华之力，我只需要1个半月就能达到0级5阶。悠悠，你需要多久？我当然比你快，最多1个月，我就能迈入0级5阶。你真棒，那你快修炼吧。只要我们安然度过这1个月，就能帮助白龙城度过这次危机了。我才不是为了帮什么白龙城，我只是不想再睡在大青石上。另一边，司空影看着那倾泻而下的月华之力，震惊万分。僵尸拜月这么多的月华之力，比我这只僵尸吸收的10倍还要多。这位前辈所养的至尊级僵尸还真是强大。不是说那位只有1头2阶僵尸至尊虎皇吗？怎么会比你的僵尸厉害那么多？司空影愣了一下，可能这位前辈拥有某种可以和僵尸一样吸收月华之力的秘法，怪不得他拥有那么强大的战力。我若是可以吸收月华之力，现在也就不再是区区一个2阶养尸人了，至少也得是4阶至尊。一个靠子神力量就能灭杀5个强大至尊诡异的养尸人，从没有听说过这片云域之内有这么1号人物。要说是从外面来的，就更加不太可能了。千难万险，跨越不知多少危险来到了白龙城，图什么？是有反常必有奇想。不行，我明日一定要前去拜访一下这位前辈。若是能得到他的帮助，我的僵尸必然能快速恢复，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些其他好处。这时段小七转头一看，就发现2个小婴儿浑身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他不由得瞪大眼睛。他俩不仅可以吸收灵力和幽冥之力，还能吸收月华之力，你们的体质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凡。随后段小七便抱着2婴儿回到了房间。这时段小七忽然感知到什么，有人来了，是个至尊，你去看看什么情况。一个陌生的人类至尊突然到访，说是段小七的身份暴露引发大战，到时候可真是麻烦大了。随后乐极瑶忐忑地把门打开。夫人您好，我是养尸人司空影，特来拜见段先生，请你通报一声。乐极瑶应了一声，然后返回屋内。段先生要让他进来吗？让他进来吧，我来会会他。不多时，乐极瑶带着司空影走了进来。贸然来访，还请前辈恕罪，实在是事态紧急，必须要来求助您。段小七看了他一眼，并没有说话。前日天云城遭受诡异大军入侵而灭亡，我的僵尸为了保护人族而战死，如今受伤非常严重，故而我希望能够求得您的帮助，帮我把僵尸恢复。我没有治疗的办法，轻伤吸收月华之力自然能恢复，重伤废了换新的。废了换新的，狗日的说得清。好强的光力，只凭这个就想杀了我，太小看我了。2种神光对冲在一起，瞬间消融。这头僵尸不仅有寄生师祖僵尸的潜质，还拥有很高的智慧。若是让其成长起来，怕不是现存的7大帝君之中，一半都不会是其对手。此刻童世轩浑身气血喷涌而出，手持辟邪刀冲向段小七。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暴露。这时段小七把凝聚好的水月照发镜从体内取出，突然一面镜子矗立在了童世轩面前。正当他要一刀将其击碎的时候，一把一模一样的长刀从其中飞出，与他直接撞击在一起。紧接着另外一个童世轩从镜子里飞了出来，见到另一个自己，童世轩内心无比惊骇。这个僵尸竟然掌握了这种力量，若是把白龙城，甚至把曾经的天云城高层全都换一遍，那岂不是说人族就被这头僵尸暗中掌控了？这时化身童世轩的镜妖直接向童世轩通过镜头击杀，2者战斗在一起。这时段小七瞬间来到童世轩身后，释放出9幽神光对他进行突袭。童世轩没有防御住，直接被9幽神光击中。也就是这一瞬间，镜妖手中的辟邪刀刺入了他的心口。童世轩大吼一声，挑飞镜妖手中的辟邪刀。他双眼再次放出诛邪神光，却被段小七的9幽神光轻松抵消。突然，一双巨眼在童世轩的旁边产生，童世轩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吸进去。原本被炼化的童世轩再次从巨眼里面出来，赫然这又是一具新的至尊级僵尸。这时段小七看向镜妖童世轩，他为什么会来这里？镜妖继承了童世轩的一切，当即把童世轩一开始的猜疑和司空影给出的信息说了出来。段小七闻言不由得露出杀气。这个司空影不仅死皮赖脸的过来求我帮助，结果还给我招来这么大的麻烦。忽然段小七感知到有人靠近，不多时3道身影同时一起出现在段小七面前。这时司空影见到段小七和镜妖从世轩手中各自拿着一把辟邪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从兄，你的辟邪刀段先生怎么也有一柄？今晚我偶然发现有一个王级诡异，就追到这边，而段先生感知到我之后，就出来与我见面，没想到他竟然也有一把辟邪刀。
我们两人交流之后，这才得知原来当年至尊锻造师死前把这第二柄给了我，我们相谈甚欢，刚才便许诺要传授给他2个女儿刀法，你们就过来了。司空影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。我的印象中，从世轩是一个严肃、不苟言笑的人，而段小七更是不好相处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这俩人相谈甚欢，凭什么对我区别对待？两位竟然还有如此渊源，当真是太巧了。从兄与段先生先后来到我白龙城，护佑白龙城安全，看来这是天意如此。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，还是让段兄先去照看我那2个小侄女。多谢从兄体谅，2个小婴儿在家，我实在走不开。此时，司空影和静妖从世轩回到住处。从兄，你可是比我面子大很多。那段先生与我见面时，不肯多说一句话，惜字如金，没想到和你倒是相谈甚欢。这时，妖精得到段小七的指示。司空兄，我可是帮你说了修复僵尸一事，你应该谢谢我才对。从兄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。段先生是如何说的？难道他还有其他办法不成？直接的办法没有，但他说有一种血炼之法，不仅可以帮你快速修复僵尸，还能让你的僵尸实力更进一步。他答应过些时日帮你一次，怪不得他的僵尸可以引动那么多的月华之力，原来是有秘法在手。多谢从兄帮忙。第二天，段小七叫来白晨，问起天才地宝的消息。段先生，我几年前听过一个传说，在西北方向2700里有一座龙骨山，山中有一种龙血草，传说人吃了之后可以获得龙血炼体，甚至获得龙化的能力。今日我去当差，可以再去问问。你直接说我想要寻找帮助2个小婴儿打击、改善身体状况的灵药，看看元修他们怎么说。从世轩与我相识一场，他也会帮你说话。段小七是僵尸王，到底怎么和从世轩那么一个与诡异有着深仇大恨至尊相识的？莫非这位段先生变成僵尸另有隐情？这时，2个女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也开心无比。僵尸爹爹太好了，竟然还会给我们找天才地宝。若是能得到一株顶级天才地宝，说不定我可以直接恢复至尊级的实力。悠悠，你现在可吃不了那么好的东西。咱们这小身板，别说是蕴含至尊级能量的灵物，就算是只有王级能量的宝物，吃掉之后也会让我们瞬间爆体而亡。本帝当然知道，难道本帝现在连幻想一下都不可以吗？总不能让我像你一样，办法想不出来，修炼也那么慢吧？对了，只要我达到0级4阶，就可以使用千机术。千机术可以帮我们找到灵药，找到天才地宝。就算我们能找到又如何？现在咱们可没有那个能力，有目标就会有办法。最起码我们又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。此刻，白晨也到了城主府。白晨把段小七的需求讲述了一遍。这件事段兄也和我说了，不过我仔细想了一下，也从未听说过有相关的消息。我们都没有离开过白龙城太远，所以对这方面的消息并不是很清楚。唯一算是有点线索的，还是龙骨山之中拥有龙血草的传说。没事，那我就去龙骨山看看，到底有没有那什么龙血草。同兄千万不要冲动，龙骨山并非是什么好地方，那里拥有众多诡异盘踞，数量不少于20万，其中已知的至尊级诡异有2个，古龙至尊以及血河尸妖，就算真有龙血草也没办法获取。静妖得知这些后，沉默下来，就像是在思考。那个我知道一种天才地宝的准确消息。瞬间，几个人的目光齐齐看向他。滇云城东南边有一座寺庙，寺庙的院子里种着一棵菩提树，那菩提树上长着一种名为气血菩提子的灵果。你可知那气血菩提子的效果如何？之前我跟随7阶至尊幻神师庞子瑜路过乌台山，和那鬼面摩罗大战一场。庞子瑜趁机摘下来2枚气血菩提子，我和他一人吃了1枚。正是借助这菩提子，我才能突破到2阶至尊层次。如果从兄担心安全问题，摘回来之后我可以再吃1次。若是真有灵果，诡异和妖魔有没有可能已经将其夺走？只要没有至尊级妖魔在那里落脚，应该就不会被夺走。那菩提树本身就是一只妖魔，至尊之下不可能摘到果实。若是如此，倒比去龙骨山安全一些。这样吧，我和司空兄去一趟，摘下果实后返回，倘若一无所获，再谋划龙血草。好，那就有劳2位了。转眼间，元修和司空影2人风尘仆仆地返回白龙城。元兄，你们没受伤吧？哈哈，这点小卡拉米还是能应对的。然后便从口袋里取出5颗血色菩提。我是提出者，这菩提子就让我来给大家试毒，具体效果如何，我来告知大家。且慢，这灵果我是打算给我那2个小侄女吃的。司空兄乃是至尊，他的身体素质远远超过了普通人。就算他吃下去没有任何不适的表现，那也无法证明我那小侄女也能安全。我认为需要找一个普通人来尝试，最起码不能拥有超过0级5阶的力量。这的确应该慎重一点。青川，你去找一个0级4阶的御鬼者过来，
让他们自愿报名，告诉他们这是难得的让实力大幅度提升的机会。几分钟后，玉清川带来一个0级3阶御鬼者，那名御鬼者吃下气血菩提子，浑身绽放出一道血光，灵力修为飙升到0级6阶。看这灵果没有副作用吧？给一个0级超能者服用，真是浪费了。这枚菩提子的能量足以让一个至尊提升1阶，效果绝对不仅仅是让你提升3阶灵力，你仔细感受一下，可还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触和变化？我感觉自己力气变得很大，对诡异的感知更明显了。城内地下隐藏有诡异，他们正朝着这边汇聚，似乎是想要吃了我。我说那几个至尊级诡异怎么会突然来追杀我？这果子竟然会吸引诡异，那这东西还能送给段先生做礼物吗？我觉得没问题，不就是吸引一些诡异吗？有我和段兄守护，哪个诡异敢靠近2个小家伙？不如我拿过去问一问，若是他不接受，那我再给他找别的。我也跟着去，这灵果是我提出的，我得为这件事负责。狗日的这几天，我得现在凝聚出第2面水月照花镜，到时候把这个不安分的家伙处理一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剩下的4颗气血菩提子都给段先生送过去吧，就当是我们白龙城上下感谢他的搭救之恩。我觉得还不能立刻送过去，再观察几天吧，彻底确定没有什么其他副作用之后再送过去。从兄此言稳妥，涉及到2个小婴儿，我们确实应该更加慎重一点。3日后，静妖从世轩带着白晨和司空影来到了白家别墅。段先生，我费尽9牛2虎之力，被诡异追杀到了城门，方才把这些果子带回来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咱这2个小侄女。晚上跟我出城，我帮你修复僵尸。太感谢段先生了，那我就跟你不客气了哈。随后晚上，段小七带着静妖从世轩一行3人离开白家别墅，仅有100米远。